大圣，滚！别讲！回去，大圣，滚！马上滚！苏家就没有你这样的人，我是不配当苏家的人。走啊，走啊！滚！走啊！ 你赶紧走吧，反正你也没有资格来参加妈的葬礼。你出点臭钱能怎么着？妈白养你了吗？你不应该出钱吗？从妈走了到现在，你流过一滴眼泪吗？你心里难受过吗？怎么养你这么一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？你配姓苏吗？ 再鞠躬。3鞠躬。啊，对了，特别留了一瓶你最爱的啊。 什么？是啊，酒啊！你可不能像上次那样了。哎，小鱼啊，一块来啊！
老板。人呢？走了，钱结了，菜呢一口没吃。明成，你今天这么做，有点过分。我过分？他把妈的骨灰盒都摔了。是啊，可能只是个意外。你当时这么对明玉，他哪有功夫顾及到别的呀？再说了，那个骨灰盒，那个骨灰盒是我放在那儿的。你要怪的话，你就怪我。可不管怎么说，你不能当着那么多亲戚的面去动手。这多丢人呐！动了，怎么着吧？你看他那样子，那是妈的葬礼，一直打电话发消息。你要不想来，你可以不来，对吧？这不是搅和吗？哥呀，当时不是你拦着，真抽他我。明玉他就这样，他打小脾气就倔，但是他的心地不坏。你说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搞得很难看，那他呢？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我吸爸妈的血。哎，对了，有这回事吗，爸？你们兄妹吵架不关我事儿。甭管怎么说啊，咱们都是在一个家庭长大的。明玉变成这样，那我们大家不都有责任吗？行了，大哥，你做你的好人。我从此以后跟苏明玉势不两立，他活他的，我活我的。哎，你走了，没事。哎，大哥，他不会说话，我说他去啊。爸，今天你一定要跟我说清楚，这明玉和妈到底怎么了啊？至于闹成这样吗？这妈刚走，明玉和明成的关系就这么下，这事咱们一定得管啊！哎，你跟我说，我去做他们的工作。睡觉吧。哎，爸，你真的希望这个家就这么散了？明玉在你妈安排下，不情愿的去了那个师范学院，大概上了有1年半左右吧，也一直没回过家。后来寒暑假都找各种理由不回来，你妈也挺生气。他们两个一个见不得一个，明玉的生活费都是由你妈给我，我再转给她。爸，
我拿这个月的生活费。那我先走了。你站住，明玉，我还没说话呢。明天晚上你得回家吃饭啊。我有事儿去不了。你都1学期没回家了，我们都挺想你的，你妈也想你了。你就别怄气了啊！你说你是你妈亲生的，能有多大仇啊？你想上大学，这不你妈也让你上了吗？其实你妈呀，也挺后悔的。你妈那人你还不知道吗？她拉不下这脸来。我妈真的这么说了吗？这事儿我能骗你吗？真这么说的，说好几回呢。那等端午节放假吧。那不行啊，明天锦江饭店都订好了。在饭店啊？跟谁吃啊？你二哥要订婚了。说了半天就为这事儿，看来不是叫我去。啊，我不是这意思啊，明月。我不去，苏明成订婚关我什么事啊？你就去吧，啊，又不让你说话，你给咱们家撑面子。你二哥那女朋友家里听说条件挺好的，你妈为了咱们这个老苏家脸面，还给你哥买了套房呢。什么？你们哪来的钱买房？爸，爸，你说清楚。你不说清楚，我不会去的。哎呀，你别难为爸了。爸，你妈又卖了1间房。明月，哎，明月，你可不能回家闹去啊！明月，你听我说。妈，你们为什么又卖房？为什么又不经过我同意？大人的事儿，干嘛要经过你同意啊？妈，我问你，我在这个家还有容身之处吗？你还把我当苏家人吗？你眼里还有这个家？你不是宁肯寒暑假住宿舍，也不愿回来住吗？你这是要把我彻底赶出去的意思啊？没人要赶你。那我住哪儿？你要是愿意，就跟我们住啊；不愿意，你就在这儿搭个床。我是不是苏家人？你想说什么？大哥出国家里没钱，你宁可卖房子也要支持；苏明成结婚，你卖房子也要满足。你为了这2个儿子，宁可砸锅卖铁、倾家荡产也心甘情愿。那我呢？你们为我呢？凭什么我想上了大学，家里就不肯出钱？你们还有没有把我当苏家人？苏明玉，你是个女孩，你怎么能跟你2个哥哥比呢？我们只负责养你到18岁。你以后还要嫁人，到老了，我们也不需要你养。你嫌弃我是个女孩，你为什么要生我？你真不配当我妈。你想说什么？你生我又不想养我，你生我干什么？难道就给你当出气筒吗？我就要说，我偏要说，我今天一定要全部说出来。打我记事起，你就从没待见过我。就说过去上学的事儿，早上吃早餐，我2哥总是火腿加鸡蛋，我就是一碗泡饭。他俩不是果汁就是牛奶，我就是一杯白开水。更可恶的是，我还要洗碗、擦桌子、扫地，等赶到学校就是迟到，还要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罚站。你供他俩上学读书、买房，我呢？我中考的时候，你连一本复习资料都舍不得给我买。明玉，别跟你妈这样说话。我不跟她说，跟你说有用吗？不是，你别冲我来呀！爸，你别走，我没说完呢。你连自己都保护不好，怎么保护我？你在我妈面前就是一个任由她捏来捏去的软柿子。我就见过，你私藏奖金，我妈打你耳光还让你下跪。住嘴！你让她说。
更可笑的是，从小我妈只要打我你就往厕所跑，只要骂我你就看报纸，你还像个父亲吗？明玉，你不说话不行。不是我瞧不起你，还嫌咱这个家不够乱？你要是能像个男人，堂堂正正的当个一家之主，好好管管你老婆，这个家也不会闹成今天这个样子。好巧，这就是你惯出来的女儿。哎，我说你今天到底想干什么？你今天回来就是想教训我们俩，是不是？我们给你吃给你喝，养你这么大，我们有罪了是不是？你要是有能耐，你就别用我们的钱呐。行，既然这个家没有我容身的地方，那我现在就离开，和你们一刀两断。好，你现在就走，马上就走，永远都别回来。不会回来。从那以后，明玉就再也没回过家。这件事儿，我妈做的确实不对。爸，你也应该劝劝她。我劝谁呀？你妈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嘴太硬了，根本不让我劝呢。我劝也没用啊。明玉也不搭理我，唉，明玉也不让我送生活费了。那明玉靠什么生活？我后来是从别人那儿听说，他一直在外面打工，后来也不怎么着就做上生意了。先生你好，你好这是英文吗？我们是师大学生自主创办的英语培训班，可以看一下。啊，我看看。如今奥运会刚过，学习英文是个全民趋势。你觉得我这个年纪还需要上你这个课吗？有啊，你有孩子吧？我们有针对从幼儿到大学生的所有课程，按照不同年龄段分。学习英文一定要从小抓起。我儿子已经在国外念书了。那您能送孩子出国，一定是位成功人士吧？您肯定需要出国洽谈业务。我有翻译。那您出国游玩也会需要啊？真的可以考虑一下，我们价格很优惠的。不是，你就是一定要推销个什么给我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你那课怎么办啊？我们第一阶段是60个小时，5800。我看看啊，60个小时啊。这只是第一阶段，完成后您能无障碍的进行日常交流。但是如果要商业谈判的话，等一下。你刚说第一个阶段就需要60个小时。嗯。那你知不知道我1个小时我能赚多少钱呢？不知道是吧？我如果花5800，然后买了你这个60个小时的话，那实际上我付出的成本可能我要损失100倍以上。那这个损失谁来赔我啊？你赔啊？你干这个1个月能赚多少钱？我上课也卖课，按提成的话，1个月2000到3000吧。我还在图书馆上班，1个月1200。还有就是成绩如果能达到前3的话，我能拿到奖学金。哇哦！读几年级？大2。大2就那么拼命，干嘛那么拼命？我想要攒钱自己出国留学。好，攒钱自己出国留学，要攒多少钱？30万。那你1个月能攒多少？我1个月花800，可以攒2000多块。那也意思就是说，你毕了业之后，还得继续打工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嗯。那你毕了业以后，你想干什么？上班。好，等你毕了业之后啊，按照你们师大本科生的工资均价，你最多不超过4000块钱。那到时候这个生活成本提高了，就算你继续打工，那你最多1个月也只能攒3000多块，那也得攒个10年以上，是不是？你省吃俭用这10年，你就是为了10年之后继续做个穷学生吗？
啊？我还有我再问你啊，就算你出国留学之后，你回来，你想干什么？告诉我啊。我不知道啊，是不是啊？看来你还没想清楚，你这么努力是为了干什么啊？我是为了出人头地，过好日子。好有志气。但我刚刚给你算的那笔账，你想了没有啊？就算你努力10年，出国留学，你回来之后，能过上你所谓的好日子吗？小姑娘，我手下那些销售啊，这个最多也比你大个5、6岁，干得好的话，他们半年的提成就有30万。所以，小姑娘，赚钱靠的是脑子，知道吗？好好想一想，啊。哎，先生，哎呦，你吓我一跳，什么事？啊？我有一个您必须考虑的产品，保证能给你带来巨大的收益。什么产品？我。爸，你别管我啊，我自己能收拾。你赶紧吃饭吧。儿子，我没出过国，我这签证能办下来吧？哎呀，你就放心吧。等我回去啊，帮你把所有的表格资料都弄好，然后交给明成，让他来帮你办。等你的签证弄完了，我就给你买机票啊。怎么了，爸？还有什么事不放心啊？你说你要走了，我这东西放哪儿啊？哎呀，爸，
对不起，我这2天一忙，忘了去银行给你弄保险柜了。这事儿你怎么能忘了？真对不起。吃饭。哎，是有什么事儿没交代清楚吗？啊，没有。没有，那个爸想给宝宝带点礼物，结果我一忙把这事给忘了。那个没事，你忙，我这边马上就收拾好啊。哦，你抓紧点啊，哥，还得去机场呢。哦，好。爸，对不起啊，要不然我在去机场的路上给你把这事办了。那他们也跟着吗？要不你给我带走吧。算了。老婆，我刚进屋，爸跟大哥正在说话，手里面拿着存折。我一进去，他要藏起来。大哥说话也吞吞吐吐的，什么意思？防我啊？多大点事儿啊，别想太多了。我心里面不舒服啊。这为什么呀？要这样？哎呀，行了，去把馄饨帮我盛出来，快去。王总，还是联系不上。最近几天真是辛苦你们了啊！大哥太客气了，我们应该做的。原本啊，我想让明玉送我，之前的家庭会议没开成，有些事儿啊，还得跟他商量商量。但是最近几天啊，他这个电话永远打不通，发个微信他也不带回。他是故意的，别理他，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。我不希望这个家散掉。大哥，你的想法我都理解，但时代不一样了，家庭观念也不一样了。就算是亲兄妹，那又怎么样呢？过得到一起就过，过不到一起就散，各过各的都舒服，别给对方添负担，对吧？明成啊，你要这么说的话，真的是让我太失望了。哎，你哪儿那么多失望啊？你放心，爸去美国之前，我跟丽丽一定把她养得白白胖胖的。还是本地包子好吃。明成，我要去了美国，是不是就吃不着了？爸，在美国有很多的中餐厅，实在不行咱可以自己做嘛啊。刘总好，刘总好，刘总好。刘总，还没联系到明总吗？没有啊。3天了，他就没给你打过电话吗？真的没有打过电话，刘总。我们本来3天前就约好了跟洪总见面的。可是那天明总迟到了，后来我打电话催他，他就说不来了。再然后我们就彻底失联了。刘总，你别坐那儿，那是明总的位置。接着说。我给他打电话、发微信、短信，他都没回我。我把所有能找的地儿都找了，包括市里和市外的别墅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行啊，小金，接着骗啊。刘总，你把脚拿下来，明总会不高兴的。他不高兴啊，你让他来呀。他今儿不来，我就不走了。
脚放下来。明总，我错了，洪总的事儿是我的失误，对不起。没事，这事儿不能全怪你，以后吸取经验教训就是。您真的不罚我？行了，跟了明总这么久，明总是那种给人穿小鞋的领导吗？他说了不罚你就不罚你了。没事没事，赶快出去吧。这3天你干什么去了？姓孙的给你挖了这么一个狠套，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呢？还玩失踪，你到底怎么想啊？行，就你这一声不吭的样子，正随了老孙的愿了。哎呀，洪氏集团的单子算是黄了。难道你真的有什么其他打算了？刘静给你开了多少钱？行了，你别装了，集团内部早就有风声了。什么风声？说你被刘金挖墙脚了，开了天价。我呢，勾引美女总裁，说是要叛逃入赘了。还说你搞黄了洪氏集团的合作，这是给刘金献的见面礼。扯淡！哎呀，说正经的，你千万别蒙我。当初我到这儿来，都是你拉我入的伙。你要真想走，你带我一块儿啊！你是脑子进水啊，还是压根就没长脑袋？蒙总，师傅，江南江北都在啊！您找明玉有事儿是吧？那我就不打扰了，我先走了。再见。几天都联系不上你，上哪儿去了？还是处理私事儿。处理完了。那现在可以告诉我什么事儿吗？好，你不说，那我也不问。洪总那边呢？洪总的事情我有错。不是你的错，那要怪就怪那个小新办事不力，要不然你把他换了吧。这事儿真不能全怪小新。这么护短？我还想找您呢。小新是缺乏经验，但主要还是因为盲目信任了别人。你要留就留着呗。好，我走了。师傅，您不是找我有事儿吗？我没事就不能来看你啊。好，走了。哎，跟老蒙解释了吗？没有。姓孙的这明显是坑你呢，你怎么不跟老蒙解释一下呢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解释明白的。那老蒙说什么了？他说这事过去了。老蒙的意思明显是偏向姓孙的这边，你就这么忍了？这不是你性格呀！苏明玉，你肯定找好下家了，你必须得带我走。小七，我正式的通知你一次，我永远都不可能背叛我师父。至于你，踏踏实实该干什么干什么。孟总，你这次叫我来，是为了明玉失踪的事吧？这事儿啊，我是这么想的。你看啊，你先把南北销售公司那些传闻说说吧。嗨，公司集团内部呢是有一股传闻，说是江南江北公司的总经理啊，有可能被人挖墙脚。为了这事儿，我还专门做了些调查。这个挖江南和挖江北的公司啊，不是一家。挖江北的公司呢，是个美女当家的。这挖人呢，是公私两面了。这个，但是据说那个江北的柳青跟对方那个女性当家的都已经频繁接触了，据说好像已经成双入对了。哟，
找罪啊？啊，那得看我愿不愿意啊。就是，这个江南公司这边呢，虽然没看到明玉这个当家的和对方有什么接触啊，但是对方这个集团可就是我们的老对手刘金集团。据江南公司内部人员反映啊，这明玉通过这次进军西南，那是大刀阔斧，大力重用亲信，派下去了很多从公司分流过去的骨干人员，基本已经形成了这个少数人掌握多数资源，其他人就游走于公司边缘这么一个局面。你说要照此下去，如果有一天明玉一旦率亲信投靠了刘金集团，那我们在长江以南的所有市场，那就是全军覆没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江南公司才是最大的变数。你说，偏偏在这个时候，明玉先是搞砸了跟洪总的商务谈判，接着这又什么关机失联，我不敢说这里边有什么必然的关联，可也不能排除这2件事与此就没有一丁点关系吧。谢谢。来，孟总，这喝茶配油条，有关系吗？啊，好啊，高级啊，高级。老板，上次给钱那姐姐。上错了，我还没点呢。这是你上次点的菜，但你一口都没吃，表示你对我的菜有严重的不满。你想怎样？你别误会，这些都是今天刚做的，但我在细节上做了一些调整，你吃吃看。如果你不满意，我会做到你满意。我上一次是因为太累了没胃口，不是因为你菜做的不好吃，不好意思啊。我知道，再累吃完我做的菜，心情都会变好。你很自信，贵姓？免贵，姓石。石天东。你呢？
我姓仙，叫我仙女就好了。他遣翻过境的水域，稻城乡枯荣的事情。春夏春秋冬，哭成了泪，变了心，同一滴鲜血的表情。轻轻拥抱是那么轻，却是一辈子的远行。聚散与挂念，成长自一个门庭。海角天涯，也许得一失一，也许怎么都别忘了一生平安。